大家好，我是卢卡。这期视频我们来聊一聊英伟达的创始人，被称为 AI 教父的黄仁勋。借着 AI 的东风，2024年6月，英伟达的市值一度超过了3万亿美元，成为全球第一。仅用1年时间，就从1万亿增长到3万亿。作为英伟达的创始人，黄仁勋也一下子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身价超过1000亿美元。所到之处，用万人空巷来形容也毫不为过。黄仁勋是如何从台湾走向全球的？经历过多次的生死考验，他如何带领英伟达走上巅峰？他为何走到哪里都只穿黑色皮衣？他的家族又有什么不同之处？黄仁勋的父亲黄兴泰出生于中国浙江，1948年前后到台湾，49年考入台南成功大学化工系。那个年代的大学生自然是人中精英，黄兴泰很快受到了台南望族罗氏家族的青睐，被聘为家庭教师。一来二去，黄兴泰和他的学生罗彩秀相恋结婚。罗氏家族人才辈出，比黄仁勋小6岁的表外甥女苏姿丰，正是英伟达的竞争者 AMD 的总裁。苏姿丰的外公罗伯木和黄仁勋的母亲罗彩秀是亲兄妹。1963年2月，黄仁勋在台南出生。黄兴泰在跨国公司工作，他到美国参与员工培训计划时，目睹了美国的繁荣和先进，下定决心要把孩子送到美国接受教育。但是天不遂人愿，黄兴泰被外派的第一站是泰国。1968年，5岁的黄仁勋举家前往泰国。母亲罗彩秀虽然不懂英文，但是为了让孩子打好英文基础，每天都会从字典中挑选单词让黄仁勋和哥哥学习。虽然很聪明，黄仁勋也非常淘气。他曾经把汽油倒在泳池里点燃，然后自己跳入水中，从水下欣赏熊熊火焰。I had discovered lighter fluid. 汽油。I went to the swimming pool and I put the lighter fluid in the swimming pool, lit it on fire. 从上面看下去很漂亮，更漂亮。从下面看上来，哎呀，unbelievable。1973年，因为泰国政局动荡，黄仁勋和哥哥一同被父母送到美国，交由舅舅照顾。但是舅舅手头也并不宽裕，两人又被送到肯塔基州的寄宿学校。由于寄宿学校的学生大多出身艰苦环境，性格粗野，打架受伤变成了家常便饭。在后来的采访中，黄仁勋曾经说过：“每个学生都抽烟，我想我是学校里唯一一个没有带小刀的男孩。”年纪最小、个性害羞的黄仁勋，虽然吃了不少苦头，但也造就了他坚强和适应环境的能力。I was responsible for washing all of the toilets in the dorm because I was the youngest boy, and so the youngest boy gets the worst job. But that's okay. I survived it too. 2年之后，父母终于赴美，全家人在俄勒冈州团聚。黄仁勋成绩优异，而且特别喜欢乒乓球，还在美国青少年公开赛上拿过名次。黄仁勋在15岁的时候有了人生中第一份工作，在连锁餐厅 Dennis 洗碗端盘子。他说自己是 Dennis 有史以来最好的洗碗工，后来还被提升为服务生。他从不让自己的岗位空闲，从不空手而归，工作效率极高。近年来，黄仁勋在访谈中也不断强调这段经历的重要性，称他教会了我谦逊和努力工作，让他摆脱了害羞腼腆，学会了自在地和陌生人交流。高中毕业之后，黄仁勋顺利地考入俄勒冈州立大学。由于跳级，黄仁勋一直以来都是班级里年纪最小的，也没有什么恋爱经验。在他17岁的时候，他在大学遇见了他的第一个女朋友，也是未来的妻子罗莉·米尔斯。因为在同一个小组做作业，给了黄仁勋追求的机会。Were assigned lab partners, so we had no choice. She has no choice but to be with me, and we were together every weekend doing homework. And I would call her, "Do you want to do homework?" We have to do homework. It's time to do homework. 交往5年后，两人结婚，婚后育有1儿1女，目前儿女都在英伟达工作。在交往期间，Lori 曾经问黄仁勋未来想从事什么工作，
他说：“我要在30岁时当公司的 CEO。”黄仁勋只是觉得这样说能让 Lori 留下深刻的印象，没想到黄仁勋在30岁生日的时候，正好创立了英伟达，成功的实现诺言。至于为什么总是穿一件黑皮衣，黄仁勋表示他没有时间购物，穿的衣服都是老婆买的，很多材质会让他皮肤发痒，老婆也不想再帮他挑选了，他喜欢皮衣就只买皮衣。在工作了10年之后，1993年，30岁的黄仁勋与2位好友共同创立了英伟达。孵化这个梦想的地方，正是他年少时工作数年的丹尼餐厅。2023年，丹尼餐厅还邀请黄仁勋重返30年前的梦想基地，并在店里挂上了纪念牌。对于公司的名称，最初他们选择了 NV， 意思是下一个版本 Next Version。等公司要注册成立时，他们想取名为 Envision， 但发现这个名称已经被注册了。3个人仔细找了所有含有 NV 的单词，最后黄仁勋建议使用 NVIDIA， 源自拉丁语 NVIDIA， 中文意思是嫉妒，希望让竞争对手嫉妒。现在看来，英伟达也确实做到了，一骑绝尘，令众多对手嫉妒不已。英伟达成立之后也并不是一帆风顺，贵人相助，帮助黄仁勋度过了很多难关。刚成立不久的英伟达预算有限，也没有高阶芯片的合作伙伴，一度黄仁勋非常头疼。1994年前后，黄仁勋发邮件给台积电的创始人张仲谋，希望和台积电聊一聊代工的意愿。因为他曾多次联系台积电的美国办公室都没有得到回应，只能抱着试一试的心情给张仲谋发邮件。几个月后，张仲谋到美国出差，就打电话给黄仁勋。这通电话开启了台积电和英伟达数十年的合作，也令黄仁勋和张仲谋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黄仁勋还说过，如果没有台积电，就不会有英伟达的存在。今年5月，黄仁勋访问台湾时，还和92岁的张仲谋一起逛夜市吃美食，而且这是张仲谋人生第一次逛夜市。此外，黄仁勋更是张仲谋极少数会邀请到家宴的好友。1995年，英伟达推出第一款产品 NV1， 因为 NV1 将声卡和游戏手柄控制单元集成到了芯片中，获得日本电子游戏公司世嘉的订单。但是 NV1 并没有打开市场一飞冲天，反而让英伟达跌了个大跟头，差点倒闭。资金一度只能维持公司运转30天，原本有100多人的公司也裁员到了只剩下30人。当时像英伟达这样的公司非常多，软硬件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谁研究稍微厉害一点就可以发布自己的标准。可是就在 NV1 发布不久，微软推出了以图形用户界面为主要特征的 Windows 95，还开发出了采用多边形成像技术的图形编程接口 Direct 3D 标准。这就意味着微软制定了一个行业标准，而 NV1 并不符合这个标准，所以无人问津。不是还有世嘉的订单吗？是的，可是就算完成订单，也难逃倒闭的结局。 If we completed Sega's game console, we would have built inferior technology, be incompatible with Windows, and be too far behind to catch up. But we would be out of money if we didn't finish the contract. Either way, we would be out of business. 生死关头怎么办呢？黄仁勋选择了一个相当大胆的方法，他向世嘉坦白，请他们另寻合作伙伴，同时请求世嘉支付全部款项。是的，不干活还要钱。这个时候，他的另一个贵人出现了，就是世嘉当时的负责人入交昭一郎。入交不但答应了黄仁勋的要求，还协调公司500万美元注资英伟达。入交先生表示，他信任黄仁勋，想要帮助他。这些钱帮助英伟达获得了6个月的生存时间，并且开发出了新产品。2000年，入交辞去世嘉总裁一职，并离开了世嘉。同年，世嘉以1500万美元的价格出售英伟达股票，当年的帮助也获得了丰厚的回报。2017年，入交给当时已经功成名就的黄仁勋发邮件，希望邀请他到日本做一次小规模演讲。黄仁勋第2天就回复邮件，他表示愿意为入交先生做任何事情。1997年，英伟达第3款产品 NV3 问世，正式命名为 Riva 128，价格低廉，而且支持当时市面上的大部分3D 游戏，不到1年就卖出100万张。
英伟达才算度过危机，活了下来。1999年1月，英伟达全年营收突破 1.5 亿美元，并在纳斯达克挂牌上市。黄仁勋身价高达5亿美元，被财富杂志评为全美40岁以下最富有的人之一。8月，世界第一款被冠以 GPU 概念的产品 GeForce 256诞生，迅速在游戏市场占据了主导地位。这可以说是英伟达的一大高光时刻，不仅重新定义了现代计算机图形技术，还大力推动了游戏产业的发展。2000年，英伟达将曾经的对手 3DFX 收入囊中，正式成为行业老大。GPU 和我们熟悉的 CPU 有什么区别呢？简单的来说，就是各自擅长的不同。CPU 主要处理所有类型的计算，而 GPU 专注于大量同类型的计算，主要处理和图像相关的任务。3, 2, 1。黄仁勋又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黄氏定律，英伟达的产品每6个月升级一次，功能翻一番，打破了业界熟悉的摩尔定律，芯片性能每隔18个月提升1倍。2006年，英伟达下了一个大赌注，推出了一款名为 CUDA 的运算平台。有了这个工具，用户可以自行编程开发，这让 GPU 的算力真正变得通用。但是 CUDA 在当时的应用场景非常狭窄，还要每年花费数十亿美元的资金。华尔街并不看好，对 CUDA 的估值为0，就连很多英伟达自己的员工都不理解为什么要开发 CUDA。 Our aspiration was for CUDA to become a programming model that boosts applications from scientific computing and physics simulations to image processing. Creating a new computing model is incredibly hard and rarely done in history. CUDA 推出之后，一直找不到关键应用，也缺少重要的客户支持。2008年又遇到金融危机，显卡销售也不好，英伟达的营收大跌，股价一度跌到只剩 1.5 美元。但黄仁勋力排众议，坚持要走这条路。他认为游戏应用有限，但运算需求无限，未来总有一天，全世界都会需要 GPU 进行通用运算。他不断地宣传和完善 CUDA 的开发者生态，并通过与学校合作来探讨和推动 GPU 的运算需求。其实当时老黄也不知道 CUDA 会在数年之后先后迎来比特币挖矿、AI 大模型计算等应用场景，获得泼天的富贵。到2012年 CUDA 终于迎来了转机，2个多伦多大学的学生拿英伟达的 GPU 参加了一个叫做 ImageNet 的图像识别比赛。他们利用 CUDA 平台进行训练，结果取得了令人惊讶的成绩。他们的错误率只有 15%， 远远低于第2名的 26%。 谷歌一边豪掷了4400万美元收购了冠军团队，一边马上向英伟达下单大量的 GPU 用来人工智能训练，而且同时扫货的还有微软、Facebook 等一众巨头。没有 CUDA， 英伟达只是一家显卡公司，而 CUDA 的开发者生态可以将软硬件绑定，为英伟达铸造了一条护城河，高高的护起了万亿的市值。目前全球已经有超过500万名 CUDA 开发者，尽管高通、谷歌和英特尔都曾试图为开发者提供代替软件，但 CUDA 在 AI 开发领域的主导地位依然稳固，并未受到明显影响。更大的财富接踵而来，2013年的一个巨大风口，比特币出现了。比特币爆火带来了大量的挖矿需求，挖矿需要的正是大量并行计算，市场对英伟达 GPU 的需求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GPU 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除了比特币，还有元宇宙，而更大的风口来自于人工智能。2022年11月 ，ChatGPT 横空出世，引爆全球的 AI 热潮。大模型的训练需要大量的并行计算，而能实现并行计算的 GPU 被视为 AI 的重要原材料，遭到疯抢。AI 有多狂热，看看英伟达的市值就知道了。2023年6月，英伟达市值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2024年2月，这一数字翻倍到2万亿美元。仅过了不到4个月，2024年6月5号，英伟达市值突破了3万亿美元大关。从1万亿到2万亿美元，苹果用时2年，微软用时2年2个月，而英伟达仅用时8个月。从2万亿到3万亿美元，苹果用时1年5个月，微软用时2年7个月，而英伟达仅用时3个多月。
英伟达的成功也让创始人和 CEO 黄仁勋身价倍涨。2024年，黄仁勋的身价突破1000亿美元，同时也成为 AI 教父、科技顶流，被无数年轻人奉为偶像。而黄仁勋在采访中透露过，他的偶像竟然是拳王阿里。Muhammad Ali, he stood up for what he believed in. He's wonderfully compassionate. He's incredibly clever and charismatic. 对于英伟达的未来，黄仁勋表示，希望英伟达成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科技公司，持续地创造有价值的、独一无二的产品。而对于自己的未来，他说，即使到了80岁，也要做一个有趣的人，让家人感到快乐的人。If I'm 60, 80 years old, and my kids love coming home just to hang out with me, spend time with me, because they think that I'm cool or they think that I'm fun to be with, or by being with me they're happier, nothing could give me more joy than that. 虽然在 AI 领域一骑绝尘，但是众多竞争对手也不会让英伟达轻轻松松地把钱都赚走了。8月底，英伟达2季度财报发布，表现亮眼，但是股价大跌。再加上包括黄仁勋在内多位英伟达高管大量抛售股票，令很多人担心英伟达是不是增长见顶，是不是存在泡沫。但是黄仁勋依然充满信心，他认为全球 AI 产业规模高达100万亿美元，具有强大的市场前景，同时也在加速布局智能机器人、生物医药和智能制造等领域。狂欢还在继续，未来会发生什么，我们拭目以待。感谢你的收看，欢迎点赞和订阅，下期见。